瓜子泡茶聊 Apple Watch， 我是 Spike。各位好，我们又开了一个新的系列啊。熟悉我的瓜子泡茶听 iPhone 系列的，应该非常熟悉了啊。这个系列呢，我是打算做视频版的产品说明书。那对于 iPhone 系列来讲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我们已经聊到了第6季了，应该啊，隐私完了之后呢，在后面打算再跟一个辅助功能，然后基本上这个大的 iPhone 框架也就算告一段落了。那在临结束之前，我们接一个尾巴。我在某一期视频当中也跟大家去聊过了。接下来打算 iPhone、Apple Watch、Mac 3驾马车同时启动。那今天这期节目就是我启动 Apple Watch 的第1期节目，也沿用了瓜子泡茶系列啊，因为这个品牌已经打得比较响了，我也不想再改了，所以只是从听改成了聊。前面还是瓜子泡茶，所以在我的频道当中，大家如果看到瓜子泡茶，您就知道是一个视频说明书的形式吧。那今天这期呢，也是我们 Apple Watch 系列的第0期啊，第0季的第0期，也就是一个试播篇这个版本啊。聊的内容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为啥你要买 Apple Watch 啊？为什么你会对 Apple Watch 感兴趣？以这个话题为主线，跟大家先聊一下哈。那 Apple Watch 到底要不要买？什么人比较适合 Apple Watch？ 我买 Apple Watch 到底是看中了 Apple Watch 的哪些功能？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啊。那总结下来呢，我可以用一个回答来代替以上问题的答案，因为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那我觉得 Apple Watch 的价值，你为什么要买它啊？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健康功能，第2个方面时尚的功能，第3个方面我喜欢。那这3个功能里面最棒的功能，就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个功能，3个功能里面排名，谁排第1啊？第3个，喜欢是王道。那这也跟 iPhone 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为什么要做瓜子泡茶聊 iPhone 的系列呢？也是同样一个原因，因为大家买 iPhone 其实没有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就是我觉得这个牌子好，就是因为大家都说好就买了。我并不是先了解到这个手机跟其他品牌有什么本质差别啊，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2个手机，一个是 iPhone， 一个不是 iPhone， 有多少 iPhone 用户是知道这些东西的？没有的，90%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才在大家用了 iPhone 之后再去开这档节目。那其实 Apple Watch 为什么不是呢？也是一样的啊。最大的效力还是说有钱啊，喜欢这就买了。其次才是像我们这种比较较真儿的认死理儿的人，是吧？才会去背后死乞白咧的去反思说，哎，我为啥要买这个东西啊？这个其实有悖人类的常理啊，但是我们也就聊一聊。那如果你想聊这个，那我个人认为就是从健康跟时尚方面出发。其实纵观 Apple Watch 的产品发展历史，你会发现它也是在时尚和健康这个2个方面在摇摆，只不过摇摆的并不会像最近的中国 A 股那么厉害啊，那个摆的那个咱不能跟那个比。那基本上也就是这么一下子啊，因为在 Apple Watch 第1代刚刚推出的时候，当时的设计师应该还是 Jonathan Ive， 对吧？那全世界最著名的设计师啊，就是加不加之一都要想半天，想到最后可能还是不加。那现在已经离开 Apple 了。那他在设计 Apple Watch 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就用一个案例，大家应该就能明白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 Apple Watch 刚刚上市的第1代产品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黄金的版本的。那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工作的那家店只有一个黄金的 Apple Watch， 被号称有史以来 Apple 卖的最贵的一个产品，甚至装在一个保险箱里。那最后有没有人买，然后这个东西去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就这个不是我这个级别的员工能够知道的事情。
但是从这个黄金的版本，你就能够看出，在 Apple Watch 刚刚推出来的时候，之前没这个东西，现在横空出世了啊！就像现在去年和今年我们刚刚看到的 Apple Vision Pro 啊，那个眼镜一样的。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开疆拓土的过程。那么在它就是打天下的第一代产品，它出了一个黄金的版本，那你就会看到，其实最一开始应该是想朝着时尚圈去发展的。这也就是之前有观众说 Apple Store 的这个零售主管换成了巴宝莉的那个谁谁谁就是往时尚圈去靠，想往时尚圈去靠，是不是有这个原因？正确答案当然是你了解我这个频道的调性，对吧？我当然正确答案是不知道了，但是你爱怎么猜怎么猜嘛，那是你的自由。我这没有暗示啊，不是说就暗示你背后其实是这样的，嘴上不说，没有，我这是真不知道。但是它最一开始的时尚功能，哪怕后来转向了更多的偏向健康了。你像最近几代的 Apple Watch， 其实它主打的一直都是健康类的嘛。基本上每一年的发布会，在讲到 Apple Watch 的时候，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今年的新款 Apple Watch 它增加了什么健康检测功能，对吧？2024年增加的不就是那个睡眠呼吸暂停嘛？然后最近2年，你看，从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啊。刚一开始最早的是血氧啊，血氧之后其实最早是还不是血氧，最早心电图完了之后血氧完了之后体温完了之后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等等，就是基本上你会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一条路线是往着大健康、科技健康、个性化医疗往这个方向去走。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但是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我虽然说的时候我说成是 Apple Watch 的方向在转向，但其实呢，说叠加更加的适合一点。因为在 Apple Watch 往健康方面发力的时候，它并没有抛弃时尚的这个因素。那这个也是 Apple 公司难能可贵的一点。你说所有的科技公司里面，有哪一家公司它的人文口味最重，它的这个设计感最强？这个除了 Apple 应该也没有其他的了，所以它也是算 Apple 的一个基因吧。那你像我再说一个非常简单也其实有说服力的案例啊。Apple Watch 发布应该有10多年了吧，10年11年了，一个有这么长的每年一换新品，这么长的生命周期的这个产品，一年一换，因为今年是第10代嘛，它的表带，它可更换的这个表带一直可以用，从第0代到第10代，这些所有的 Apple Watch 的表带全是通用的，只要你别把它用坏了用丢了，你之后可以一直用。它只有大号跟小号2个差别，你别把大号表带用到小号表盘上，那个肯定是不行的啊。但是只要你的表盘是那个大号的，为什么我说大号而不说多少毫米呢？原因是因为每一代 Apple Watch， 特别是最近几年，它的那个表盘的毫米数，你要看参数的话，它不断的在增加，跟手机是一样的。但是它卡表带的这个卡扣是永远尺寸一样的。所以说毫米就大家会觉得迷惑，什么从38毫米到39毫米、40毫米、41毫米、42毫米、43毫米，这每一个都有，每1毫米都有一个表盘的尺寸，但是表带就是一直不变的。所以你如果是早年买了一个 Apple Watch， 你只要知道你当年买的是大的那个表盘还是小的那个表盘就好了，你也别管是多少毫米的数字了，你就记得是大表盘小表盘，那你就可以大表盘配大表带，小表盘配小表带。所以通过这个案例，你就会发现他对这个时尚跟设计的这种关注是绝对没有减少的，相反还一直在增加，只不过在健康方面它增加的更快更多了而已。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认知上的变化。在我刚刚使用第1代 Apple Watch 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高科技的数码产品，而且是史无前例，之前从来没有这么酷啊！就戴在手上，一个真正的明显意义上的可穿戴的电子产品，对于这种数码爱好者来说，一定是要第一时间拿下的啊！当时我是这种心态，所以当我第一次戴上 Apple Watch 的时候，
我在选择它的表盘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 watch face 嘛，就是你知道这个电子表的表盘，它跟机械表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机械表就是你买的时候什么样，这辈子都是什么样了，你换不了的，你不可能换个表盘，换表盘等于换表。但是电子表、智能手表，它的表盘其实就是一块屏幕。你可以任意的换啊，所以这个对于当时我认为它是一个数码产品的这种固定思维来去看待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啊，那我得换一个就是非常显示有科技范儿的、非常高科技的感觉的那种表盘，功能非常全的，一定要越多的去加一些传统手表所没有的信息和功能，那个才算我很厉害。所以比如说加什么呢？加一些什么这个天气呀，是吧？加一些电池电量啊，加一些就是这种东西。你想想，这个普通的机械表，它能显示天气吗？在这个手表上，有些还厉害的，还真的是，我好像说有一种什么变相的方法啊，不是天气，有些手表能显示月相。这个是可以的，就是那种奢侈品的表类啊，就我不懂奢侈品表啊，反正当时我是这种心态，然后我的手表就是非常的花哨，东西非常的多，我最不想用的就是那种模仿机械的那种奢侈品的表的那种表盘，就是简单的那种表盘，最不想用。然后当我一直用 Apple Watch 用到第5代、第6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它的时尚背后所蕴含的底蕴。因为 Apple 在开发 Apple Watch 这款产品的时候，其实它是深入的了解了手表行业的。可能如果你像之前的我那样，既对这个奢侈品的手表也不懂，我是完全不懂啊，连摸都没摸过奢侈品手表，我只远远的看到过，那我也不知道那是个啥。你说10万就10万，你说100万就万，就是这种白痴。那如果你跟我是这种类似的话，就是这个行业没有涉足的话呢，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个信息，就是 Apple Watch 的发布对于这种奢侈品手表的行业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看过很多关于这种报道，你知道那种专门讲解奢侈品手表的杂志，就国外有很多杂志，国内有没有我不知道啊。但是后来我自己通过了解我知道的，国外有这种专门奢侈品杂志，这杂志就是专门讲表，专门讲奢侈品手表。那在这个杂志上，它竟然非常频繁的会去登出一些 Apple Watch 相关的文章。他会去对比 Apple Watch 跟奢侈品手表的表盘，比如说，那个月相，比如说潮汐这种，像这种功能，其实在奢侈品的手表上面，它会用这种机械的方式，就是那种硬件的方式去给你设计到里面。大家我印象中有一些手表，那个外面的一圈是可以转的，然后那个上面写的是不同的月亮的样子。那知道月相，你就能变相的知道潮汐。那像这种东西在 Apple Watch 上面的实现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换个表盘就可以了，而且也非常的漂亮。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简单是针对 Apple Watch 的用户来说的。那 Apple 公司在开发这款产品，在设计这个表盘的时候，那可真的是不简单。我还记得刚一开始 Apple Watch 第1代去有一个那种延时摄影的表盘，现在你们的 Apple 上应该有，就是每次台湾看手表的时候，在看时间的同时，你会看到一朵花瞬间绽放，你会看到一个水母在游，就那些画面都不是电脑3维生成的，那个是 Apple 的团队专门用相机实景拍摄下来，就养一个水母让它游，拿相机拍，真的是放一个花在那边，就一直延时摄影把它拍下来的。就这个一个手表背后所投放的这些研发成本，我姑且不说什么工业设计、软件开发这种大家能够想象的都不说，你就想一想，为了这仅仅一个 Apple Watch 那么多表盘，就为了这一个水母跟花朵绽放的表盘，它得花多长时间？这玩意儿不要钱啊！所以我是蛮鄙视那种就是每一个科技产品，特别是 Apple 的产品，新品上市了，有些人就把它拆个精兵，拆一个
大卸八块，然后去跟你分析这个芯片多少钱，这块铝合金多少钱，这块玻璃多少钱，加到一起成本多少钱，算一算 Apple 赚了多少钱，你这就没良心啊！这个真的没良心啊！你自己去做这家公司，你自己去运营一家公司，你就知道了，谁给你这么算，你真的是后背发凉啊！这个就是我不应该那么说，但是如果你明白这个背后的一些开发的故事跟艰辛的话，付出的努力的话，真的觉得这个有点就是不尊重人的这种感觉啊，这种说法，所以我是一直非常不看好这样的一些说法的。你绝对不能用这个来去判断一个产品的成本是多少。好，这个是题外话啊。所以其实 Apple Watch 一直都没有放弃时尚这个部分，但是在健康部分的发力就更加的多了。刚才那个话题还剩一个尾巴没聊完，我想起来再补一下，就是从 Apple Watch 第5代之后，我开始通过我自己的了解跟学习，我开始去用那些简约的表盘，我开始把我的 Apple Watch 真正回归到一个就是看手表的功能，而其他的功能你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不管你是这样双指捏一下啊，还是抬一下腕，还是按一下数码表冠来进行实现，也是很酷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第5代以后，这个全天候显示屏推出了以来，为什么2024年的发布会看完了之后，我最喜欢这个 Apple Watch 第10代的功能是它的全天候显示屏可以显示秒针。因为你想一下，一个手表如果它一个电子手表，它的屏幕如果一直亮着，并且能够1秒刷新一次，就正好秒针走一下它就刷一下，那其实它在外观上来说，它已经跟这种奢侈品的机械手表没有任何的差别了。也不能不说没有任何的差别，就是这种差别就非常的小了。所以你就理解为什么只有 Apple Watch 能够频繁的登录专门讲时尚手表的这个杂志，奢侈品杂志，而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的公司的智能手表去上去过，这就是其中的原因。你看似因为大家在对比的时候，好像就是对比一些不疼不痒的明面上的东西啊，我们某国产手表都已经能量血压了啊，你这个不行，是吧？我这个待机半年啊，你这个只能待机半天啊，就是从这种很表面的东西来去对比两款产品。但是为什么真正在佩戴 Apple Watch 的人，你真正买了、真正用了、真正受益的人，在这种争论当中他不说话呢？他也不换呢，他下一块手表他还选 Apple Watch， 这是为什么？那我觉得这个背后的答案才是真正我们每一个爱思考的人应该去想的内容吧，是吧？所以现在就是自媒体流行了之后，很流行评测，但是你看我其实很少做评测，我只是分享我用了这个东西的感受。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做评测我非常的不专业，但是如果聊一些感受和它这个产品这么设计，去影响什么样的用户体验，以及我体验到了什么，这个我觉得是我这个频道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吧。那接下来我们说第2个环节就是健康了，那个之后的医疗其实更多的是往精准医疗、个性化医疗和大健康方面去靠。所以为什么最近大家一直关注 Apple Watch 的健康功能，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如果这些功能一年累积一点，一年累积一点，几年累积下来，它成了一个几乎全能的搜集你的身体健康数据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小设备之后，我们人类的健康将会上到另一个台阶。因为有很多的特别是慢性病，其实它跟长期的这个身体监控、身体数据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你比如说像心率，你比如说像血压这种东西，如果你只是偶尔测一下，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如果你是长期监测的话，这个意义就非常大。所以对于 Apple Watch 来讲，我们也会从这2个方面去分析。那基本上呢，会从3个方向去走哈。一个是基础操作，在接下来的 Apple Watch 内容当中，基础操作肯定是要有的，这个是万事的根基啊。有了这个之后，第2块呢，其实会涉及到一些这个时尚的部分。比如说我会简单的给大家去分享一些比较好玩、有趣而且特别的表盘。那
第3块呢就是健康功能。那我想健康功能在此时此刻去聊 Apple Watch 无疑是最大的一个重头戏了。所以期待一下我们 Apple Watch 的系列正式开播的那一天吧哈。如果觉得还蛮受用的啊，趁着这个 Apple Watch 开播的头一天，我也呼吁一下各位有能力的朋友啊，也可以选择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或者是单纯的给我打赏啊。如果就是在这个付款方式方面有一些困难的话也无所谓啊，您只要订阅，然后经常的去追一追我频道的内容，我就非常感谢了。好，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